但就是现在房价的波动，因为以目前而言，台湾的房价是越来越上涨的，目前是这个趋势。那对于我们自己买房的那些屋主还有租客的影响，那是不是会有一些不同？你是说已经买了房子了，对，已经然后房价上涨对他有什么影响？对，因为买了房子之后，它房价上涨，它等于事实上它是有赚钱的，因为把它当做一个资产。但租客的话，即便房价上涨，但可能那些屋主可能会把那些上涨的金额或者什么转嫁到租客上。对，那是不是这些波动会对于他们各自两个群体有什么不同的影响？你刚刚的问题不是很明确哈，但我就是分两边回答。对买房的屋主来说，就是他屋主的部分来讲，如果你是在涨价之前买的，那当然你是赚到，而且是一定是赚，但是还没有卖掉之前，都还只是个数字而已哈。但如果呢，你是后来涨上来之后，你再去买，变成说整体的成本被垫高了之后，你在那个点去买的房子，那当然你就必须要，就是说，如果不是自住的话，你要缴贷款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情况之下，就像我刚刚说的，万一如果又升息，你的那个房租，你势必就怎么样，要调涨，要请你的房客多缴一点钱，等同于是请房客帮你缴贷款。在这个部分，所以不论是之前买的，或者是涨波段垫高之后才买的，对房东来说都没有影响，因为他就买了，他那个价格涨上去了，他就赚啊，他不会有这个问题啊，他没什么其他问题，所以这部分他也无需转嫁给房客嘛，因为你那是房子的本身价值上涨啊，对吧？那万一是他在高波段他买了，假设说他现在买的那个一个预定的价格，他先付了定金，后来他真正要付钱的时候，结果建商就是说现在涨价了，你们当初之前没有签合约，所以以至于他又要多付一点钱。那当然，他如果未来不是自住的，要给房客，当然就全部都转。好，所以房价上涨或怎么样不断的上涨，对于房东来讲完全没有任何的损害，这是一个。好，那对房东会有损害的只有一件事情，就是政府的政策以及税金，还有天然灾害所造成的房屋损坏，这个时候房东才会有损失的可能。那对房客来讲，对房客来讲，我刚说了这两件事情，一件房子本身增值，对于房客有没有影响？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。可是呢，如果是后来费用垫高了，像是我说的，政府的税金加重了，那房东的什么那个成本提高了，你这个时候房客就比较不利的状态下，好，所以会变成这种情况。所以讲来讲去，最后房客他还是属于相对弱势，甚至于接近绝对弱势，因为他不论怎么样，他都是被宰的那一个。政府的税金下来，房东就转嫁到房客上面，好，或者是什么成本，利息升息了，对不对？房东一样转嫁到房客上面。所以你刚刚的问题，你可以再重复一次吗？那就是我们的房价长期看来，就是在台湾的话都是往上升的，那是不是对于屋主或者租客的影响是不是有什么不同？对，所以就有这么多的不同，但我觉得你们可能还要再考虑一个部分，不只是房价上涨，还有政府的税金上涨，这两个都有可能会影响到。对 ，OK，可以哈，好，可以，那谢谢老师。喂。